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您寻找真相的频道。民国文人间的争论，不管对方是谁，很少能动到刀把子。不论左右间的争论，还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争论，不论称霸文坛的先辈，还是初出茅庐的愤青，只要交锋，能用的都是手中的一支笔。我有笔如刀，一直是传统文人的自信和挑战权威的勇气。这种情况，中共建国后有了根本的改变。文人间的争论往往会变成意识形态的争论，往往会牵涉到政治正确，这种争论的性质就有了根本的不同。如果以前你自豪于自己的笔如刀，现在对方视刀如笔，在特殊的时期，这样的转化还未上场胜败已分。姚文元是四人帮的笔杆子，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很厉害。比如1965年他批吴晗，就把吴晗批倒了，最后吴晗还被整死。其实这和姚文元的文章水平根本没有关系，而是那个特殊时期通过文章整人的方法而已，充其量姚文元做了个助恶者，那些当时政治正确的文章都是有背书的。所以警惕有背书的写手，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。要作为政治写手，成为文痞子，充当打手，需要有合适的机会。这种时机往往是法治破坏的时代。比如姚文元批吴晗，如果给予吴晗及所有关注者争论和辩解的权利，姚文元的文章可能就根本起不了作用，甚至会成为笑柄。姚文元的文章在文革后能得以重视，就因为它成了某种政治动向的信号。作为政治写手的姚文元，其实早在1957年就得到高层的重视和信任。1957年3月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。在这次会议上，毛泽东分批会见了各界人士。当时新闻出版界有20几人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，参会的都是新闻出版界的权威人士，如文汇报的徐铸成、西米晚报的赵超构、中华书局的负责人舒新成等。这次的会见前后大约有2个小时，据参会人员回忆，这2小时主席东拉西扯了许多话，重点特别介绍了姚文元。当时出席会见的都是圈子里的人，可除了上海来的2个人，其他都不知道姚文元这个人。可见当时姚文元的知名度很低，但姚文元的文风想必主席欣赏，否则就不会向这批业界负责人特别推荐姚文元。在这次会见上，毛泽东说姚文元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他都看，他反问在座的你们看过他的文章吗？在这次会见中，毛泽东大夸姚文元，让在座的新闻出版界的人很不服，他们听了都莫名其妙，怎么中国又出了个新鲁迅我们都不知道。50年代初，已经经过镇反，经过成分甄别，按当时的要求，姚文元这样的人在新政权是不能得到重用的。他父亲姚鹏子就是个变节分子。王仁书是从民国过来的，也参与过当时的文坛争论，他知道姚鹏子，也知道姚文元。他告诉与会的人，这个姚文元就是根棍子，在上海专门打人。对于这个推荐，另一个也参会的曾彦修在访谈录中写道，当时我就极不高兴，王仁书也极不高兴，没有一个人的脸色好看。在座的人不会因为你老人家推荐姚文元，大家就去捧姚文元，这叫怎么回事呢？这不叫人晦气吗？所以他们对这个推荐非常想不通，以全国思想领袖、国家领袖，以从来没有过的伟大身份，在党内外新闻出版界经过挑选的单位领导的接见会上来推荐姚文元，到现在我也想不通，觉得太莫名其妙了。当时的这次宣传会议的主题是主张双百方针，在主张双百方针的时候，推荐一个专门用棍子打人的姚文元，这让在座的人转不过弯来。曾彦修写道，我觉得老人家郑重向这么一批人推荐姚文元，未免太主观和滑稽了。57年的时候，大家之所以可以蔑视姚文元，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政治写手，等到67年针对吴晗，
他已经成功转型为政治打手。姚文元的转型是笔如刀变成了刀如笔，是有权力后盾下的人性妄为。文章不过是他的幌子，目的只是给整人找个合理的理由。刚被推荐的姚文元还未拥有权力，等把他当成棍子的主人想打人的时候，姚文元就成了横扫文坛的文痞，再没有人可以和他争论讲道理了。当文人拥有了权力的刀把子，他的文章再怎么包装成政治正确，都是祸害国人的帮凶。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